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单板的入门到精通。今天我们来学习推坡。我们前一期聊到单板最重要的就是对两个刃的控制，那么今天就开始我们对刃控制的第一步推坡。在学推坡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推坡的理论。我们之前说到单板最重要的就是一面两刃，一个平整的底面为你的滑行提供支撑，而两侧的刃以及加在刃上的压力，让你可以控制滑行的速度和方向。当单板的刃压在雪上的时候，由于刃的角度和形状，会在雪面上压出一个小小的坑。这个时候单板和雪坡会形成一个角度，而这个角度就是我们常说利刃的角度。人和板立在雪面上的时候，为了保持相对静止，雪面除了给板提供一个垂直于雪面的支撑力，还必须提供一个平行于坡面向上的力量。当你通过控制你的脚踝或者脚尖改变雪板利刃的角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当利刃的角度越高，雪板的刃就会在雪上卡得越深，而在滑动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积雪汇集到板的下方。这个时候和坡度平行的向上方的力就可以越大，所以只需要调整我们利刃的角度，就可以控制我们推坡时候的速度。利刃角度越高，阻力越大，速度越慢，反之亦然。那么刚才看了这么多理论，我们在雪上到底应该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从而控制雪板的角度，来达到对速度的控制呢？在开始之前，我们最好找一块比较平的地，先练一下站在雪板上蹲起的动作。做这个蹲起动作的时候，要求你的上半身是直立的，眼睛平行的看向前方，也就是坡下，身体的重心保持在两条腿中间，板的正上方，两个脚后跟的受力基本相同。当你压在后刃的时候，如果是一个比较缓的坡，你是不会滑动的。这个时候简单的蹲起一下，感受一下在重心移动的情况下，依然能保持板的稳定。蹲下来，站起来，蹲下来，站起来，蹲下来，站起来。如果你可以在保持上半身直立的情况下做这个蹲起，并且重心不出板的话，不会摔倒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蹲起，蹲起。当你熟练了平地上这个蹲起的动作的时候，就可以找一个比较缓的坡，在坡上感受你用脚踝控制板的角度，来达到加速和刹车的效果。先按照我们的标准站姿站稳，保证你在雪上不会滑动。这个时候你的脚尖应该是往回勾的，脚后跟往下踩的。慢慢的把你的脚尖以及脚掌往下放，但注意不要完全放到雪面上。它到某一个程度，你的板就会开始移动，像这样的。当你感受到板的移动之后，再开始慢慢的往上抬脚尖，你会发现你的速度会渐渐慢下来，直到停止。记住脚尖不要放得太快太猛，而且在放的时候，重量依然要压在后刃，也就是脚跟上。再放脚尖，再往上抬脚尖，这个动作是很微妙的。脚尖需要往下放，以及往上抬，这个角度是非常小的。大家在开始学的时候，经常容易一放就放过，一抬就抬多，然后往前或者往后倒。你要做的是让自己慢下来，慢慢感受脚踝对这个板的角度的控制。像这样的，往下放一点就走了，往上抬一点起来了，再往下放一点走了，再往上抬一点就停下来了，往下放，再往上抬。当你的后刃可以自由在板上缩放，可以加速、减速、停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尝试练一下你的前刃。前刃的感觉和后刃不太一样，后刃的时候因为勾脚尖，你会发现你的大腿和脚踝发力很多，但换到前刃的时候，因为要踮脚尖，脚掌受力，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小腿会累很多。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前刃，跟我们后刃一样，在开始之前先感受一下在平地上你需要的姿势。同样的，上半身直立，不要弓腰撅屁股，这样是很不稳的。上半身直立，你的从头到你的髋部应该都是笔直的、垂直的，并且它的位置在雪板的正中间。你的视线你应该看向坡上，不要看你的脚下，因为一看脚下你就容易弯腰撅屁股，这样反而会让你的重心不稳。我们在平地上感受一下往下跪的动作，保持胯往前顶的情况下，膝盖往下压，脚尖往下压，往下再起来，往下再起来，往下再起来。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雪板和雪面的角度在一直变化。当我们往下压的时候，角度变大；站起来的时候，角度变小，角度变大，角度变小。当你熟练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一个坡上开始尝试了。往后放，往下跪，往后放，放脚跟，踮脚尖，
放脚跟，踮脚尖。在练习前刃推坡的时候，因为你看不到后面，我们一般会有个心理障碍。但是在确保没有人之后，就不要害怕，你的视线不要看脚下，也不要回头看，要保证你的视线直直的看向山上。再放，再颠，再往下放，再往上颠。这就是这期推坡的全部内容了。那么在推坡的过程中，它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控制速度，但却不能帮你控制方向。下期我们就要学习斜滑降和落叶飘，它是怎么利用重心让你走上刃，并且控制上你的方向的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